北京最近高调宣称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，但现实却是残酷且可笑的反讽。就在这些漂亮口号的背后，中国企业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劫难。曾经不可一世的商业帝国纷纷倒下，甚至连王健林的万达这样的巨头也难逃厄运，80亿资产被一夜冻结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调整了。中国企业信息查询系统天眼查最新数据曝光，堪称晴天霹雳，大连万达集团持有的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80亿元股权被全部冻结，冻结期限从2025年3月18日一直延续到2028年3月17日，执行法院为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细思极恐的是，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成立于2012年9月，注册资本正好是80亿元，大连万达集团对其持股比例为100%，这意味着万达集团在这家子公司的全部投资都被法院没收了。更恐怖的是，这仅仅是万达噩梦的开始。今年2月，大连万达集团持有的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 19.79 亿元股权被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冻结，持有的万达文化产业有限公司1亿元股权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法院冻结。被执行人信息方面，2月25日，大连万达集团被上海金融法院执行超4775万元；2月24日，被甘肃矿区法院执行17.1亿元；2月20日，被北京市第2中级法院执行17.2亿元。截至目前，大连万达集团被执行总金额已超惊人的63亿元。王健林，这位曾经中国首富，曾豪言买下好莱坞，曾在全球范围内收购 AMC 院线、马德里竞技俱乐部，甚至还投资过好莱坞大片。他曾夸口在任何城市，你永远在万达广场20公里范围内。而如今，这位曾经的商业巨子正看着自己的商业帝国一步步崩塌。这个曾经在全中国建造超过300座万达广场的商业巨头，如今宛如困兽。为了缓解债务压力，万达近2年已经卖出近20个万达广场项目，其中仅2025年开年1个多月就已卖掉5座。王健林更是通过出售万达电影的控制权，套现超过20亿元。有分析认为，万达的衰落实际上是一个信号，标志着北京对民营企业的收割期已经来临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师指出，万达曾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标杆，如今沦落至此，说明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下，民企再大也不过是韭菜，终究会被收割的命运。而万达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，更让人震惊的是，在内蒙古赤峰这样一个3线小城市，竟然有1022个银行账户被集体冻结，这是何等规模的财产剥夺！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法治社会的监管范畴，完全是一场针对民营企业的竭泽而渔式掠夺。赤峰市仅有常住人口450万，GDP 排名全国第118位，这样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小城，竟然有这么多银行账户被冻结。按照中国平均每1000人拥有10家企业的数据推算，赤峰全市企业总数约为 4.5 万家。也就是说，当地有超过 2% 的企业账户正在经历冻结之苦。这个比例之高，已经足以引发一场地方性的经济危机。根据知情人士透露，赤峰地区的民营企业主们如今人人自危，不敢明目张胆的消费，更不敢投资扩产。当地一家中型制造企业的老板表示，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账户有没有被冻结，这哪是什么营商环境，简直是商业炼狱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赤峰一地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各地被冻结的企业账户数量以数万计，涉及金额达到数千亿元。这些被冻结的资金大部分都进入了所谓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渠道，
实则是被权力机构肆意挪用。更为骇人听闻的是，从前2年开始，中国大量外贸企业无法正常结汇，导致企业破产或征信出现严重问题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真相令人不寒而栗，外汇已经到了银行账户上，但被强行挪用了。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，中国目前宣称拥有约 3.2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，但业内人士分析，这个数字极有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泡沫，其中相当部分并非国家真正可自由支配的储备，而是属于外贸企业的结汇资金，只是被政府暂时借用而已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贸企业家透露，我们公司去年出口到美国的货物价值达680万美元，按理说这笔钱早该结汇到公司账上，但银行一直以系统审核为由拖延，现在已经过去8个月了，我们的流动资金快见底了，但那笔钱还是没影。据业内人士估计，目前被卡住无法正常结汇的外贸资金总额可能高达1500亿美元。这些钱本应属于辛苦经营的外贸企业，但现在却被政府当作外汇储备计入国家账上。这种公然的资金挪用行为，让无数外贸企业陷入绝境。表面上看，中国似乎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，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中国政府的钱，而是属于外贸企业的资金。中国财政的破产随时可能发生，而且迹象已经非常明显。据权威财经分析机构估计，中国政府的真实债务规模已经超过 GDP 的 300%， 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。而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更是触目惊心，超过 80% 的县级政府已经无法正常支付公务员工资，不得不依靠举债度日。更可怕的是，政府为了掩盖真相，不惜造假经济数据。今年第1季度，官方宣称 GDP 增长 5.3%， 但根据用电量、货运量、工业增加值等实体指标分析，真实增长率可能只有 2% 左右，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。中国官方声称，2024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47万人，但根据大学毕业生人数，2024年毕业生约1179万。根据教育部数据估计以及失业人口增量的比对，这个数字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。一些独立经济学家估计，实际新增就业可能不到官方数据的一半，约为600万至700万之间。房地产市场的崩塌更是加速了危机的到来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，2024年全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97385万平方米，比上年下降 12.9%，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14.1%， 销售额下降幅度更大，具体数据尚未完全披露，但根据市场分析，估计跌幅约在 20% 至 25% 之间。即使在2024年政府出台一系列救市政策后，市场仍然毫无起色。截至2025年3月，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，超过60个城市的房价仍在下跌，一些3、4线城市的房价跌幅甚至超过了 30% 至 40%。例如，部分内陆城市如贵阳和兰州的二手房市场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居民消费能力的持续下滑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25年1月发布的数据，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314元，实际增长 5.1%， 而同期 CPI 全年增长仅为 0.2%。这表明实际购买力有所提升，但增幅远低于经济复苏的预期。2025年第1季度，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，居民消费支出增长放缓，预计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可能进一步降至 3% 至 4% 之间，创近年来新低。官方媒体粉饰太平，声称还有大招可以拯救经济，但事实胜于雄辩。
从万达80亿股权被冻结，赤峰1022个银行账户被锁，到外贸企业无法结汇，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经济的至暗时刻已经到来。与其相信他们还有什么大招，不如直面这个残酷的真相。在这个所谓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口号背后，是对企业家的疯狂掠夺和对经济基本规律的彻底背离。中国经济的末日并非危言耸听，而是已经开始上演的现实。对于中国的企业家和投资者来说，现在或许是该认真思考如何保护自己财产的时候了。因为在这个疯狂掠夺的时代，没有人知道下一个被远洋捕捞的会是谁。